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而言，也许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高山到大海，这改变已经在发生，就在大海的深处。走在垦丁的海岸边，你也许看不出来，我们的生活究竟跟珊瑚有什么关系？但其实啊，我们脚下所踩的这片土地，有一部分就是来自珊瑚。珊瑚建造的地形构造，也许是生物创造过最大的物体，甚至可以长达2600公里。这么巨大的珊瑚礁，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很小的动物，就是珊瑚虫。珊瑚虫的生命和藻类息息相关，因为珊瑚体内有藻类共生的空间。共生藻供应珊瑚虫营养，并带给珊瑚各种不同的色彩。珊瑚虫代谢的废物成为共生藻的养分来源。有些珊瑚虫会分泌碳酸钙，形成它们的外骨骼，也就是珊瑚礁的基础。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，部分国土是珊瑚礁。漫长的海岸线也依赖着珊瑚礁来抵抗海浪的冲刷和破坏。珊瑚本身与珊瑚礁生态系的大量生物，可能成为重要的药物来源。如果珊瑚礁生态系发生了改变，人类生活的世界可能从此再也不一样。但过去不当的海岸利用、渔业过度的捕捞和各种的海洋污染，已经让全世界超过1半以上的珊瑚严重受损。可是珊瑚的浩劫，可能才刚刚开始哦。我现在在垦丁的南湾，这里过去因为珊瑚而著名，但是现在却遭遇2大危机。第一是珊瑚白化。珊瑚体内的共生藻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，只要温室效应让海温上升摄氏1-2度，就可能让珊瑚体内的共生藻死亡或离去。